1901年，德国法兰克福，一个52岁的女人被丈夫带去看精神科医生。她说不出完整的句子，记不起钥匙放在哪儿，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。医生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是谁了。”5年后，她去世了。医生打开她的颅骨，发现大脑里布满了从未见过的斑块。这位医生叫阿洛伊斯·阿尔茨海默，这位女性叫奥古斯塔·迪蒂，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。124年后的今天，全球有6000万人正在经历同样的事，而且这个数字在2050年之前还会翻3倍。但最震撼的不是这个数字，而是其中95%的人本来可以避免。也许你会想，我才30岁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记住，阿尔茨海默的种子在你30多岁就已经种下了。你现在的每一个深夜不睡，每一次高压爆表，每一顿外卖快餐，都在给20年后的自己挖坑。这期视频，我会用最硬核的神经科学证据，带你理解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吃掉你的大脑的，然后给你一套完整的防御方案，从今晚就可以开始的睡眠方案，到该买什么补剂，该做什么检测。这些知识来自神经生理学家 Luisa Nicola， 她是前铁人3项国家队运动员，现在给 NBA 球员和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做大脑优化。他在全球最大的播客之一 The Diary of a CEO 上做了2小时的深度访谈。今天我把这2小时浓缩成这15分钟，全是干货。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一件事，失智症和阿尔茨海默不是一回事。失智是一个散状术语，阿尔茨海默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。其他还有额颞叶失智，就是布鲁斯·威利斯得的那种，还有路易体失智、血管性失智等等。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不管哪一种，它们都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。你的大脑变老，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失智。你的大脑有870亿个神经元，每个神经元有5000到1万个连接，每天消耗你身体总热量的20%。它在25到30岁左右发育完全，如果不主动维护，此后功能就开始走下坡路。而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在你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大脑中种下种子了，只不过要到60、70岁才显现症状。那大脑里到底在发生什么？2个关键坏蛋，贝塔淀粉样蛋白就像大脑里的垃圾堆，还有tau蛋白像松掉的螺丝钉。先说第一个，贝塔淀粉样蛋白。它其实是个好东西，是大脑用来抗菌的一种肽。但问题不在于它的存在，而在于它的堆积。当你睡眠不足、长期炎症的时候，这些蛋白就开始在神经元之间像垃圾一样越堆越多，最终形成斑块。2000年代，医学界把宝全压在了一个假设上，只要清掉斑块，就能治好阿尔茨海默。药企开发了静脉注射药物去溶解淀粉样蛋白。结果呢？蛋白是清掉了，但脑组织也被一起带走了。有些患者出现脑部微出血，甚至因此死亡。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，问题不是淀粉样蛋白本身，而是你为什么会让它堆积到失控的程度。第二个坏蛋更可怕，tau蛋白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神经元就像一棵大树，树干是轴突，轴突里面有一条条铁路轨道叫微管，负责运输信号和营养。tau蛋白就是固定这些铁轨的螺丝钉。当大脑长期处于压力和炎症状态下，tau蛋白会过度磷酸化，相当于螺丝全部松掉，然后它们缠结在一起，铁轨崩塌，神经元死亡。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高血压是大脑最沉默的杀手。你大脑最外层的皮层是靠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来供血的，这些毛细血管薄到只有1个细胞的厚度。当你的收缩压长期超过135，这些毛细血管就会被杀死。毛细血管一死，那一片区域就失去了血液和氧气供应。更糟糕的是，血脑屏障也随之被破坏。血脑屏障是什么？它就像你大脑的保镖，一道由紧密连接的细胞组成的防线，决定什么东西能进入大脑，什么不能。当毛细血管受损，保镖撤走了，大脑就变成了一个漏脑，各种本不该进入的有害物质长驱直入。有一个叫 SPRINT 的大型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，那些积极将血压控制在120/80以下的受试者，灰质体积和认知功能都得到了显著保留。这已经成为血压管理的金标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行动建议，在网上买一个自动血压仪，
每天早上量一次，这可能是你对大脑做的性价比最高的投资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并不是直接死于这个病。随着大脑功能一步步丧失，患者最终可能死于窒息，因为大脑失去了控制吞咽的能力，或者死于跌倒，因为大脑失去了平衡控制。一旦确诊，这就像晚期癌症一样，无法逆转。但好消息是，在确诊之前，有一个长达约20年的窗口期，叫轻度认知障碍，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减缓甚至阻止进展的。而你能在这个窗口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建立足够的认知储备。什么是认知储备？简单说，就是你大脑承受打击的能力。研究发现，即使大脑已经布满了淀粉样斑块，如果认知储备足够高，你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认知功能。每一个新想法，每一次新体验，都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。最新的研究显示，那些在75岁仍然保持清晰认知的人群中，2个行为最关键：手写和阅读。不是刷短视频，短视频训练大脑接受越来越短的多巴胺循环，实际上是在削弱你深度思考的能力。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部分，你的大脑拥有一套自带的清洗系统，叫类淋巴系统，它只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启动。原理是这样的，当你进入深度睡眠，大脑里的胶质细胞，一种免疫细胞，会收缩，腾出空间，然后脑脊液像洗衣机里的水流一样冲刷整个大脑，把白天积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统统带走。这就是你大脑每天夜间的排毒程序。但如果你睡眠不足呢？仅仅一个晚上的睡眠剥夺，你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风险就会增加4%到5%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新手妈妈连续几个月碎片化睡眠，一个创业者长期每晚只睡5个小时，这种伤害是在一点点累积的。而且睡眠债和银行的债不一样，你没法通过周末补觉来偿还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知道某一天要熬夜，可以提前1周加强睡眠来预存一些缓冲。路易莎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，在2026年，我们真的需要像训练马拉松一样去训练我们的睡眠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分2个问题来解决。第一步，识别你的睡眠问题类型。如果你的问题是入睡困难、脑子关不掉、想太多，路易莎推荐的是补充 GABA，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。简单理解，它就是你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。大脑里有些物质负责踩油门让你兴奋，而 GABA 负责踩刹车，把那些乱飞的念头关小音量。但这里我要替你多问一句，直接吃GABA补剂真的能到达大脑吗？说实话，这在科学界是有争议的。因为我们大脑有一道叫血脑屏障的防火墙，对，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保镖，它会挡住很多口服物质进入大脑。目前的一种解释是，口服 GABA 可能通过肠道神经系统起作用，也就是通过你的第二大脑间接给大脑发出放松信号。所以如果你试了觉得有效，那就继续用，如果没感觉，也不用硬吃。其实你也可以通过饮食来辅助GABA的自然合成，发酵食品，比如泡菜、酸奶、纳豆，还有绿茶里的茶氨酸，都能帮助提升体内GABA水平。另外一个小技巧，晚餐吃一些淀粉类蔬菜，比如红薯。碳水化合物有助于促进色氨酸进入大脑，帮助入睡。如果你的问题是半夜容易醒，那大概率是核心体温没降下来。深度睡眠需要你的体温至少下降2度。怎么做？可以用温控床垫，睡觉的时候把脚伸出被子外面，或者直接把空调调低1-2度。补剂方面，甘氨酸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选择。它助眠的原理其实挺有意思，甘氨酸能扩张你手脚末端的血管，帮身体加速散热，就像给你的身体打开了散热阀门。核心体温降下来了，你就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。注意，这不是把你打晕，而是在优化你的睡眠结构，让你睡得更沉。而且甘氨酸在抗衰老领域也越来越受关注。现代人普遍吃肉多，肉里面有一种叫蛋氨酸的氨基酸，过量的蛋氨酸会加速身体的衰老进程。甘氨酸恰好能缓冲蛋氨酸的负面影响。动物实验中，它是少数几种能延长寿命的补充剂之一。如果你经常大鱼大肉，补甘氨酸就像给你的代谢系统装了一个缓冲垫。实操层面也很简单，睡前3到5克，买粉末状的性价比最高。它的名字 glycine 本身就来自希腊语里甜这个词，所以口感是甜的，
直接兑温水喝就行，非常好入口，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。南非醉茄这种适应原也可以考虑，它能根据你身体的状态来双向调节皮质醇。第二步，环境设置，光线管理很重要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把卧室的灯泡全部换成红光灯泡，尽量在睡前2小时远离蓝光屏幕。第三步，时间管理。Louisa 建议从晚上8点开始进入 Warm Down 模式，不回邮件，不看刺激性内容，不进行激烈对话。你要做的就是模拟太阳下山的过程，让褪黑素自然释放。除了睡眠，你的大脑还需要正确的原材料。你的大脑60%是脂肪，其中70%是 DHA， 而 DHA 来自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不仅能改善细胞膜的流动性，让神经递质传递更顺畅，它的抗炎效果甚至堪比非甾体抗炎药，而且没有副作用。研究显示，它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和 APOE4 基因携带者的效果尤其显著。DHA 还能通过特定的转运体修复血脑屏障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道保镖防线。但这里有个坑，你必须知道 ，Omega-3 补剂的氧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。鱼油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，非常容易和氧气反应。一旦氧化变质，不仅失去了抗炎效果，产生的自由基反而会促进炎症，完全适得其反。多项独立实验室的检测显示，市面上大约有10%到50%的鱼油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氧化超标。虽然没有某些说法声称的那么夸张，但确实需要警惕。怎么避坑？教你3招。第一，认准 IFOS 5星认证，这是国际鱼油标准组织的认证，专门检测鱼油的氧化度、重金属含量和纯度，是这个领域的金标准。第二，买回来咬破一颗胶囊闻一下。新鲜的鱼油味道很淡，最多有一点淡淡的海味，如果闻到强烈的腥臭味，直接扔掉。第三，尤其是夏天，把鱼油放进冰箱冷藏，尽量选择深色避光瓶包装的产品，透明瓶的直接跳过。另外，维生素 D 也不能忽视。大脑、脑干和海马体中都有大量的维生素 D 受体。研究显示，低水平的维生素 D 会增加40%的全因失智风险。而维持较高水平可以降低约80%的阿尔茨海默风险。最后，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去做几个关键的检测。第一，查一下你的 APOE 基因型。APOE4 是目前已知最强的阿尔茨海默风险基因。这不是宣判死刑，但知道自己的风险等级，能让你更有针对性的做预防。第二，要求你的医生给你查脂蛋白 A。这是一个遗传性的心血管风险标记，绝大多数常规体检都不会测这个，但它极其重要。第三，现在有一种血液检测可以测量 PTAL217，也就是血液中的 tau 蛋白和 beta 淀粉样蛋白的水平。这项技术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PET 扫描的90%，而成本和侵入性远远更低。如果你有家族史或者已经出现早期记忆问题，非常建议和医生讨论这个选项。对了，刚才提到了不少产品，血压仪、GABA、甘氨酸、Omega-3、维生素 D、温控床垫。我知道很多人看完最大的问题就是去哪买，买哪个牌子。所以我根据今天讲的这些科学标准、第三方检测、成分透明度、用户评价，做了一轮筛选，整理了一个亚马逊购物清单，都是市面上口碑比较靠谱、符合标准的产品。清单在视频描述栏里，能帮你省不少研究时间。当然，你也完全可以用我刚才说的这些标准自己去挑选。重要的是开始行动。回到开头那个1901年的故事，奥古斯塔迪蒂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是谁了。”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帮他。但今天，你知道了淀粉样蛋白是怎么堆积的，知道了血压如何沉默地杀死脑毛细血管，知道了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清洗窗口，也知道了该吃什么，该查什么。阿尔茨海默病不是命运，是选择。而你的选择从今晚开始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让更多人看到。下一期我会讲一个更炸裂的话题，为什么70%的阿尔茨海默患者是女性，以及更年期到底对女性大脑做了什么。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